沱江曾经是四川盆地最重要的运输动脉，很多沿江的村镇因为沱江而繁荣，淮口古镇就是其中之一。淮口坐落于金堂县，距今有上千年的历史。曾经的淮口不但经济繁荣，还是重要的军事重镇。如今淮口的经济非常繁荣。淮口最著名的就是这座建于宋绍兴18年，就是1148年的白塔，塔高约33米，整塔是砖砌的仿木阁楼的形式，建筑技艺精湛，实为古代塔类建筑中的经典之作。其实淮口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古镇，因为这里还隐藏着一条悠长的老街。兴隆老街就隐藏在淮口的高楼大厦之间，并不算很好找。老街保存完好，整体风貌并没有多少改变，这非常难得。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直达沱江之畔，沿途的古建筑错落有致，充满了浓厚的历史韵味。各种历史遗迹在这里比比皆是。街旁一条幽深的小巷子，两面的墙都是经过风雨的无情冲刷和岁月的严峻考验，墙皮脱落，露出里面斑驳的砖石，仿佛在述说着过去的沧桑故事。以前据说每一个巷口都要立栅门。老街现在还有着通行的责任，以前的地面都是石板路，如今被水泥方砖代替了。街边屋檐下精美的撑拱，能够看出这里的历史的厚重。很多房屋的内部都非常高大，应该是可以囤货的商铺。老街非常清静，和周围的商业街相比，这里就好像一个世外桃源。沱江沿岸的民居，承重的柱子多用结实的石头，而不是木头，这可能与水运便利、食材比较好获得有关。老街虽然古老，但依旧生机勃勃。街道两旁的民居大部分还沿用着过去的门板，岁月让这些门板发出温润的光泽，那是时光打磨后的独特韵味。遇到几位乘凉的居民，哦，咱们这条街挺好看的。挺好看，真难看。就像嘛这些门也好着实嘛。对对，非常着实。这个非常老，咱们这条街。您这是休息乘凉来了啊，正好舒服啊，风吹的。哎，这里早起凉快。哎，很多房屋的屋檐都不堪负重了，不得不用钢管架起来。
每家门口都摆放着椅子，茶余饭后的老街居民坐在这里，江风顺着街道轻柔地吹过，人们谈笑风生，分享着生活中的琐碎趣事，脸上洋溢着满足与惬意的笑容。一家老的木器加工店，应该是制作的菜板。毛主席万岁就快看不清楚了。兴隆街的尽头有2条极具韵味的石梯子街，这就是其中的一条。长长的青石台阶蜿蜒着伸向远方，两旁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一户户民居，高低的落差让这条街道充满了独特的美感。不时有人匆匆而过，为这条宁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动态之美。脚下平滑的石板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打磨。从这里出去，立即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就好像现代与过去的分界线。风景来去是不一样的，来的时候看着平淡，可能回去的时候就会带来惊喜。沿台阶而上，这段路是古镇最美的风景，斑驳的建筑与脚下的青石相互映衬，仿佛在述说着古老的传说。每一处破损的墙壁和凹陷的石板都承载着岁月的厚重。一位大妈正在清扫那层层叠叠的石阶，一位大爷从她手里缓缓拿走了扫帚，心甘情愿地为她清扫。母亲温柔地拉着孩子稚嫩的小手走上台阶，他们轻声细语地聊天，温馨的氛围如同春日的暖阳，将两人紧紧地包裹。在这温暖的时刻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味道，让人沉醉其中，难以忘怀。如今的淮口经济极为繁荣，虽然它只是一个街道，然而其繁荣程度绝对堪比一个县城。街道上车水马龙，商铺林立，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。在老街的尽头还有一座废弃的电影院，黑板上还写着“今日放映智取威虎山”，这可能是他最后的绝唱。影院的对面就是错落有致的瓦屋。这栋老屋彻底被损坏了。车开走空了块地儿，我就能飞一下，但是效果也一般吧。一座篮球场隐藏在老街里。顺着这条路走，就来到另一条石梯子街。
一家裁缝铺好像正在制作横幅。师傅，这个上面以前写的什么字啊？什么戒？这个上面是啥字断了？都是他搞了封建迷信。哎呦，这个上面字不知道是啥了啊？他就是个戒字。哦。沿着相对陡峭的石梯向前，前面有一个过街廊，可供人们遮风挡雨。现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卖店。长长的石阶经历了数百年的踩踏，缝隙中钻出的小草和青石，为这古老的景致增添了一抹生机与活力。古老的青石见证了古镇的兴衰变迁。每一块青石都被岁月精心打磨得光滑无比，它们宛如一面面镜子，映照着过去的悠悠时光。除去兴隆老街，周边还散落着一些充满岁月痕迹的老房子，它们在时光的角落里默默地坚守，仿佛在述说着过去的辉煌与沧桑。这是一个被深深低估的古镇，它仿若一颗蒙垢的珍珠，孤独地静候着世人来揭开它的光芒。它那古朴的建筑、深厚的文化与淳朴的民风，每一样皆是无价的珍宝。如今它被行色匆匆的人无情地忽视，但我相信终有那么一天，它会重焕华彩。只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它只能在寂落中默默地承受被遗忘的苦痛。